各位原有周有够学长，撸有杰宝瓦学弟，被策划发病气晕的猛攻叔叔，挖墙脚不背着人的暗区策划，以及专练 FPS 游戏的 Galgame 绅士们，大家好，我是祭司，幸会。本来这期键盘推荐应该很早就和大伙见面了，但是被朋友拉去玩越野车，不小心给小腿拉了一抖，导致工期延误，带伤做的视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这期视频依旧时长拉满，10败分进超过1000个。那么咱们这期视频还是按照价格和配列从低到高排列，评论区以及橱窗也会有商品的直达链接，省去各位老爷的时间。那么首先大配列第一把灵豹 K98。那么这是一把售价149到379，前高20.3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下位设计，拥有10种配色，6款轴体可选。149元基础款搭载赤兔轴5000毫安时电池，379元顶配版搭载凯华基粉轴10000毫安时电池，支持有线蓝牙 2.4G 3模连接，热插拔的这么一款机械键盘。售后方面，灵豹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车辆问题1个月内包邮售后，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我比较推荐花田周的版本，33克的触发压力，1.5毫米的触发行程，反馈到手感上就非常的软弹顺滑，非常适合工作码字。短行程触发快，适合打游戏；轻压力也适合长时间办公。喜欢屏幕旋钮的哥们儿也可以选择379元顶配的版本。灵豹是有自己生产线的，所以说出品会相对比较稳定，并且价格也是压的比较低。当然它的基础款赤兔轴最好不要买，手感比较肉啊，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么这一次的双11优惠可能比上一次的618还要好，部分键盘可能会比我统计的价格要更便宜一些。高斯 3108T Pro。那么这是一把售价243到297，前高20.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下位设计，243元基础款搭载金粉轴8000毫安时电池，297元顶配版搭载麦田黄轴8000毫安时电池，全系标配5层相位填充，搭载1.14寸小屏幕以及旋钮，有11种配色，4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高斯这边售后政策是支持7天物流退换，15天内这样问题包邮换货以及1年的售后维修。那么这把键盘我其实是比较推荐它的静音红轴版本，这也是很多朋友问有没有大配列静音键盘，所以后面我找到了这个全配列的静音键盘。缺点的话，我觉得它的键盘刚性稍微差点意思，不过问题不算大。想要104配列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高斯的 3104T Pro。但如果觉得键盘刚性差点意思的话，可以看看这款 LOB 的 B98。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269到369，前高10.7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纤维设计，支持轴体热插拔更换旋钮，拥有6种配色，4款轴体可选，全系标配5层消音填充，63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 ，LOB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这样问题15天内包邮换新，1个月内包邮维修，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的优势主要是在它的注塑工艺上，采用了后胶位注塑，键盘整体的质感非常扎实，并且右上角的旋钮可以热插拔更换轴体，手感上也挺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池容量这一块稍微少了一点，只有6300毫。VGN V98 Pro V3。那么这一把的售价是269到389，前高18.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有6种配色，6款轴体可选，并且有静音轴和段落轴的版本可供选择。全系标配5层相位填充，100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微捷人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15天内包邮换新，1年内免费维修，附赠运费险。那么这把键盘主要是前2个月刚更新迭代成了 V3 的版本，内部填充以及电池容量都加大了，再加上吉利弧轴算是段落轴里非常不错的存在，所以大伙儿买这款键盘主要是冲着吉利弧限定版去的。不过现在标配10000毫安时大电池，产品竞争力也还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机身刚性稍微有点软。高斯 ES101。
那么这是一把售价499，前高20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现在为设计全系标配5层消音填充，屏幕旋钮，8000毫安时大电池，6063全铝合金，还带快拆设计的大配列铝合键盘。虽然只有奶龙轴一款轴体，不过配色方面给到了10款配色可选。售后方面，高斯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5天内质量问题包邮换货，以及1年的售后维修。这把键盘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大配列，还带屏幕旋钮的铝合键盘，并且它的这个蓝牙开关也比较奇特，直接做到了编辑区下边的位置，非常方便。整体的质感偏磨砂，手摸上去的感觉会非常明显。白色的版本是加了闪粉的工艺在里面。那这款键盘就没什么推荐的轴体了，因为它就一个奶龙轴，声音偏闷，手感还不错，挺顺滑的。不过有2个点我得吐槽一下，首先就是接收器它没做 logo， 如果你键盘或者2.4G 接收器多的话，这个其实还挺烦心的。还有一个就是这款键盘它做了快拆，但是电池那块它没做磁吸碰针，这就有点遗憾了。说实话，屏幕旋钮这一块也是铝合金 CSN 出来的，支持热插拔，非常方便。ROG 游侠98 RX。那么这是一把售价459到1298，前高12.8毫米左右，悬浮式结构，上位设计，内部搭载双层硅胶消音棉，整个上盖部分是一块铝合金定位板，所以你硬要说它是半铝设计的话，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内部搭载一块3820毫安时电池，不过在 ROG 的优化下，续航能够来到428小时，反倒比市面上大部分键盘续航要高很多。有6种配饰，2款轴体可选，我手上这个是 RX 段落蓝轴的版本。售后方面 ，ROG 这边售后政策是国补不支持7天物流退货，但质保2年，质量问题第1年直接换新。那么这款键盘可以说是目前大厂御三家里体验最舒适的大配列键盘。无线的版本400小时的超长续航，有线无线双 8K 的回报率，加上不错的手感以及 ROG 的光效，除了价格小贵之外，基本挑不出毛病。不过无线 8K 的话，你需要额外去购买一个 8K 接收器。相对的，我觉得这个键盘比较遗憾的点是没有光轴的 RT 调节，因为游侠98 RX 的手感比别家光轴键盘要好太多，设计以及使用体验上也是最舒适的一把。但可惜没有光轴专利，不让做 RT 调节，这个点确实比较可惜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奥创的驱动不太好用。考虑到每期视频都有一些朋友问我有没有薄膜键盘推荐，这里给大伙儿聊一下这把键盘，潜行者的 V102。那么这一把售价78到199，前高18毫米左右的薄膜键盘，有3种配色，3款配置可选。78元基础款支持有线单模连接，199元套装版搭载1万毫安时电池，附赠一个办公静音鼠标。售后方面，潜行者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售后，3个月内邮费对半，1年质保。那么对于有办公需求的朋友来说，薄膜键盘其实还挺不错的，声音小，响应快 ，RGB 的灯效也不错，并且也有3模的版本。好一点的薄膜键盘，比如我手上这把，手感其实和黑轴有点像，与老版本的机械轴相比，手感相差不大，但是和现在比较好的机械轴比还是有点差距。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要大配列、声音小一点的键盘，确实可以看看这一款。那么接下来来到87配列，87配列可以说是最近2年机械键盘卷的最凶的一个配列了，仅次于磁轴键盘。不过相对的，各个厂家卷的也快燃尽了，所以能卖得动的还是那几家。首先，高斯3087T。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19到230，前高在20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有黑白、粉灰、白蓝、黑粉6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119元基础款搭载金粉轴，无屏幕旋钮，3000毫安时电池。230元顶配版搭载静音红轴，8000毫安时电池，全系搭配5层消音填充 PC 定位板。售后方面，高斯这边的售后政策是支持7天物流退换，15天内质量问题包邮换货，以及1年的售后维修。那么这一次的双11，这把键盘可以说是骨折价。100出头你就可以直接上3模机械键盘，并且素质还不差。那么这款键盘也是比较少数87配列带有静音红轴版本的机械键盘了，并且它的这个静音红轴的手感还挺不赖的，没有那种肉肉的感觉。屏幕旋钮对一部分刚需人群也是亮点之一，不过大键位的漏轴稍微有点严重啊，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零爆 K87。
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79到249，前高20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现在位设计，有16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全系标配5层消音填充，支持蓝牙有线2.4G 3模连接，179元技术感搭载赤兔轴4000毫安时电池，249元 IP 顶配版搭载花田轴80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礼貌这边售后证的支持7天物流退换，1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售后，1年质保。那么这把键盘也是我们这边的常驻选手了，不过现在它99元轻轴版本的最低配半断货好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返场。当然，我个人是感觉这一款的话，你买花田轴的版本就 OK 了，线程短，触发快，适合打游戏，并且它的初始压力也才33克，长时间游戏码子也轻松，体验比赤兔轴的版本要好很多。潜行者 X87。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79到349，前高11.5毫米左右。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全系标配5层消音填充。他们现在除了机械轴版本之外，还出了磁轴的版本。磁轴版本的话是传壳结构，目前仅支持有线连接。这款键盘就属于内部堆料堆的比较狠的。技术管也是1万毫安时电池，顶配给你干到了12000毫安，有11种配色，8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前行者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售后，3个月内邮费对半，1年质保。这款键盘优势在于它的堆料确实很猛，硅胶体验是专门开模，并且单层填充也比正常键盘要厚，所以反馈出的键盘声音很好。个人是比较推荐北极拿铁轴，手感这一块确实不赖。当然，你需要磁轴的话，也可以购买 X87HE 的版本，他们家的线展方案延迟优化的很不错 ，RT 精度也能做到0.001毫米，在磁轴键盘里性能也算是第一梯队了。缺点的话就是这个壳子确实没什么特点，不过潜行者键帽玩的话，也算是换个法子弥补了外观这块短板。SKN 青龙87。那么这款键盘的售价是241，前高在22毫米左右。Gasket 结构相对位设计，全系支持网页驱动，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6层消音填充，3500毫安时电池，有灰黑2种配色可选。售后方面 ，SKN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质量问题3个月内包邮售后，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算是目前巴西配列偏科比较严重的键盘了，它的优势在于200多就能够给到你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网页驱动，并且支持 SOCD 的功能，也是300档第一个卷双 8K 回报率的机械键盘，并且手感方面非常软弹。缺点就在于这款键盘的续航确实稍微差点意思，不过 SKN 的续航方案还可以，关闭灯光的情况下，官方称 8K 回报率是能够用到500个小时。当然，如果你还有续航焦虑，那你完全可以看一下这一款朗珠 F87 Pro V2。那么这款键盘的售价是215到359，前高19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对位设计，全系支持网页驱动，有线8K 回报率，超神版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有6种配色，4款轴体可选，并且有静音轴的版本。233元宗师版搭载海棠轴，1万毫安时电池，有线8K，无线1K 回报率。305元以上的版本都是12000毫安时电池，有线无线8K 回报率了。售后方面，狼蛛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3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换货，1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维修。那么这款键盘也是目前我认为巴西配列最值得购买的一把键盘，因为它的堆料和价格做的确实太猛。7层消音填充加上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网页驱动以及12000毫安时的电池，在外观上360度环绕氛围灯带、点阵屏以及音量加减实体按钮。除了它不是铝壳之外，它基本上把能给到你的都给到了。静音轴的版本也有，你可以在宿舍、图书馆、办公码字、网页驱动里也有 SOCD 的功能，还有双 8K 回报率，延迟也很低，你也可以拿来打打游戏、打打网。除了对于部分人来说光污染有点太重之外，我是觉得没有别的缺点。那么接下来小配列机械键盘，我觉得第一把可以直接上雷奥伯格的嗨西5。
那么这是一把售价179到279，前高20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1500克的重量，差不多3斤重。179元技术款只有套件不含手体键帽，279元底配版搭载松弛轴4000毫安时电池，全系标配4层消音填充，单键开槽 PCB， 拥有16种配色，5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雷奥伯格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个月内包邮售后以及1年质保邮费自己承担。那么这款键盘算是真正意义上把铝壳键盘做到塑料键盘的价格，并且还是便宜的那档塑料键盘价格，可以说是非常夸张。如果你不会自己组键盘的话，买229元新石头版本就完全 OK。其实我个人会比较推荐有线版的嗨7-5，因为嗨7-5 C 虽然相较于嗨7-5多了3模以及4000毫安时电池，但是整体的工艺以及铝壳的用料上还是嗨7-5更扎实一点。不过讲真的，这个价格除了包装用牛皮纸盒之外，其他的确实一点毛病没有了，非常实惠。狼图 LT75 Pro。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261到371，前高22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对设计有5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261元技术版搭载脆硬轴4000毫安时电池，371元底配版搭载脆硬轴10000毫安时电池，全系标配7层消音填充。售后方面，狼图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5天无理由换货，质量问题1个月内包邮换新，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款键盘的优势在于非公模的屏幕显示以及质感还不错的旋钮，脆硬轴的手感也还行，7层消音填充在这个价位也比较少见。不过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啊。首先第一个，前高没有控制，22毫米还是太高了，日常使用的话最好还是搭配掌托。第二个缺点就是壳子的黑边太大。说实话，261和371的版本搭载的都是同一套轴体，贵100纯粹是电池从4000毫安升级到了10000毫安，还有一个就是换了一套核动力键帽。你能接受它的缺点的话，这把键盘还是能选。科之 i75。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29到469，前高在13毫米左右 ，Gasket 的 Top 双结构，上内位的设计，技术版搭载白雪轴，顶配版搭载孤岛轴，全系标配3750毫安时电池，支持3模连接。售后方面，科之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质量问题15天内包邮换新，1个月内包邮维修，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是一把矮轴键盘，比较适合经常出差、移动办公的人进行购买。那么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整把键盘非常轻薄，适合携带。3750毫安时电池在同价位矮轴键盘里面也算是矮个子里面挑高个，续航可以顶上1星期，足以应付大部分差旅。那么科之 i75 的外观，我觉得也是一个加分项。缺点的话，个人感觉旋钮的质感稍微差点意思，主要是键盘其他方面都很精致，旋钮表现一般，就感觉有点可惜了。雷奥伯格 AMG65。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29到364，前高在20.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4层消音填充，有5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299元技术版搭载琉璃轴8000毫安时电池，364元搭载轻铝轴80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雷奥伯格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个月内包邮售后以及1年质保，邮费自己承担。那么这把键盘，说实话，我是觉得最不雷奥伯格的一体，因为它的机身没有上全礼，不过点正屏的玩法在这个价位还是非常奇特的，包括这把键盘设计上的一些小细节，正面双层式的设计，背面的镜面亚克力以及顶部的装饰件，颜值这一块还是挺不赖的。不过机身刚性一般啊，这个得看你自己在不在意了。卡乐瑞克 F81。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39到499，前高22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对位设计，景雾透和透明2款配色，2款轴体可选，全系标配3750毫安时电池，采用亚克力上盖和亚克力底壳组成的一个全透键盘。售后方面，卡乐瑞克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1年质保，运费 AA。那么这把键盘主要是上次视频有一些姐妹想要那种全透键盘啊，所以我就整了一个来玩玩。这把键盘的优点就是整个机身都采用全透材质，包括亚克力的上盖和底壳 ，TC 的透
光电帽以及轴体也是 PC 上盖和底壳，透明的外观加上 RGB 灯效还是挺炫的，手感还可以，不过键帽手感一般，容易打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3750毫安时电池，续航稍微差点意思。个人感觉399的版本就完全够用了，499的版本主要是多了一块显示屏，其他没什么区别。可创 Z7 Max。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509，前高在 9.5 毫米左右，传感结构、相位设计仅深灰、藏银2种配色可选，全系标配5层效应填充，40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可创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质量问题15天内换货，3个月内包邮维修以及1年质保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优势在于出门办公非常方便，全铝机身也比较精致。不过我这台好像有点翻车，凯华的全碰买柔应该素质挺不错的，但是我这把好几颗都有点沙沙音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支持网页驱动。如果说双11能够在500以内拿下，那还是挺香的。NewFi Kick 75。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509到599，前高在14.5毫米左右，Gasket 结构、纤维设计，仅一种配色，8款轴体可选，全系标配5层效应填充，25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 ，NewFi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质量问题1年内包邮维修。那么这款键盘优点在于它的外观设计确实非常有意思，整体像素风的风格，尤其是这个像素游戏背板确实非常讨喜。当然，这款键盘最有意思的是它可以通过更换上盖配件，从而达到高矮轴键盘切换的效果。虽然有点麻烦，但确实比较有意思，并且精英轴版本的手感与声音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小配列支持网页驱动也是一个不错的亮点。缺陷的话，个人感觉2500毫安时电池确实不太够用啊。NewFi AR75V3。那么这块键盘售价是799，前高在13毫米左右，Gasket 结构、上位设计仅黑白2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有静音轴的版本，全系标配5层效应填充，4000毫安时电池。售后方面 ，NewFi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质量问题1年内包邮维修。那么这块键盘优点就是尤其适合 Mac 用户，因为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 Mac 笔记本上使用，非常方便。220mm的阳极上盖，这次还加装了5层消音包，可以说是直接一步到位。右上角按键可以自由更换旋钮，并且给了2个不同的旋钮样式来满足你的需求。缺点的话就是这一次卡扣设计的严丝合缝，你很难去拆卸这把键盘，也少了一些可玩性。不过这并不妨碍 NewFi 在矮轴这个赛道的统治地位。就办公而言，它和 Mac 的匹配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LumiKey 75V2。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1150到1350，前高21毫米左右，支持碰触快拆，Gasket 结构，无灯设计，重量1943克，接近4斤的重量。1150基础款仅支持有线连接，1350顶配版支持3模连接，搭载4000毫安时电池，有4种配色，1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 ，LumiKey 这边的售后政策是支持7天物流退货，但前提是不能拆塑封袋。质量问题3个月内包邮售后，3个月后邮费买家承担，1年质保。那么这是一家主做海外市场的客制化品牌，海外的销量还挺高的，不过国内销量比较一般。这把键盘主打的是低调无灯光，主要的优点是在手感的一致性上非常不错，右上角以及背面的基础装饰件设计感还 OK， 但是价格这一块确实是有点贵，看你个人能不能对上电波了。雷蛇黑寡妇蜘蛛 V4 专业版。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799，最近的活动价来到了1401，前高16毫米左右，Gasket 结构，上位设计，有黑白2种配色，绿黄橙3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雷蛇这边非国服产品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15天内质量问题包邮换货，键盘鼠标耳机质量问题2年包邮质保。那么这把键盘优点首先是有线 8K 无线 4K 的回报率，加上省电模式高达2000小时的续航，铝合金上盖 ABS 底壳加上 OLED 的小屏幕，客制化因素也给到你不少，并且雷蛇的灯
效这一块不必多言，好吧。缺点的话就是这个触感沉轴、段落手感、线性轴，手感真的好抽象。喜欢雷蛇的朋友，我还是比较推荐你买段落绿轴或者线性黄轴的版本。ROG 夜魔。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799，活动价白色款来到了1588，黑色则是1501。前高18.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有50白，冰帽灰2款轴体可选，全系支持有线无线双 8K 回报率，省电模式下1600小时续航，全系搭配5层消音填充2英寸 OLED 显示屏。售后方面 ，ROG 这边售后政策，国服产品不支持7天物流退货，正常产品支持7天物流，质量问题第1年直接换新，2年的质保维修。我手上刚好有夜魔和夜魔 X， 我直接把这2把键盘都拿出来讲一下吧。在夜魔 X 出来之后，夜魔的定位更像是给你留了400块钱，让你自己去改装。因为好一点的轴体和键帽，400块钱也足够办下来。当然，如果你和我一样比较懒惰的话，那可以直接上夜魔 X， 轴体、键帽包括内部填充都给你做了升级，到手用起来比夜魔的体验感真的要好很多。并且夜魔 X 是支持 ROG 的网页驱动的，这个真的还挺加分的。当然，如果你是个极客玩家的话，那确实更适合买个夜魔回去改。接下来磁轴部分，莫斯 Mercury 68。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99的245，前高19.5毫米左右，船壳结构相位设计星闪480方案，99元技术款 Mercury 68 SE 搭载天青 Pro 磁轴 ABS 正刻键帽无消音填充，支持0.01毫米二精度 8K 回报率 8K 扫描率，245元顶配版搭载星光磁轴 PC 雾透键帽3层消音填充，支持0.001毫米二精度 8K 回报率 32K 扫描率，全系支持网页 HUB 双端驱动，有黑白粉3种配色可选。售后方面，莫斯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质量问题15天内换新以及1年质保。这款键盘也算是咱们这边的老朋友了，性价比这一块确实没得说。200块钱星闪480方案，性能、手感以及声音都是200档磁轴键盘里最好的一批。唯一的缺点就是公布外壳，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大家都是公布外壳，没什么好说的好。狼蛛 Hero 68 HE。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52到305，前高在18.5毫米左右，船壳结构相位设计背银的磁轴方案，有9种配色，5款轴体可选。179元低配版搭载形意磁轴侧刻键帽，305元顶配版搭载玉帝磁轴热升华核动力键帽，全系支持0.01毫米二精度 8K 回报率 16K 扫描率，有线单模连接，网页驱动，5层消音填充。售后方面，狼蛛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3个月内质量问题包邮换货，1年内质量问题包邮维修。如果你喜欢灯箱，但是预算不够，狼蛛的 Hero 68以及 Hero 84也算是300档绕不开的选择之一了。侧板、灯箱、飘带加上高配的碳纤维定位板，再加上狼蛛5层消音填充干下去，手感、声音包括外观这一块，我觉得这个价位确实拉得很满。包括他们家还有钻石切割版的灯箱可选，缺点的话就是背银的方案性能上会稍微差点，不过也完全够用。当然，如果你看腻了这2个公布角色，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把灯带酷似皇家级的键盘微界人霓虹75 HE。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86到429，前高在20.5毫米左右，电竞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熔岩和星闪混搭的方案，有黑白粉银透4种配色，4款轴体可选。186元技术版搭载绿巨人轴熔岩方案，支持0.005毫米二精度；429元超劲版搭载天霸轴星闪方案，支持0.001毫米二精度，并且有3模8000毫安时电池的版本可选。售后方面，微智人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15天内包邮换新，1年内免费维修，附赠运费险。那么这把键盘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顶部的这个水冷灯带，以及相对不错的手感。有一说一，我反倒觉得绿巨人轴的手感会更好一点。超级版的话，它是将上盖部分换成铝合金的了，粉色版本的质感还可以。缺点的话，个人感觉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缺点。爱石头 MG68。
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89到325，前高11.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位设计有2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189元技术管搭载紫星磁轴，支持0.005毫米安静度，8K 有效率，16K 扫描率。305元顶配版搭载星光磁轴，星闪480方案，支持0.001毫米安静度，8K 有效率，32K 扫描率 ，FR4金边定位版。售后方面，爱石头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包邮退换，这样问题15天包邮换新，3个月内包邮维修，质保1年，邮费 AA。那么这款键盘优势在于189块钱给到你铝壳以及同价位不错的声音手感，240块钱给到你1万毫安时电池以及3模连接。壳子虽然说是拼接铝，不过质感还是很在线，也是比较少我觉得爱石头做的比较好看的键盘。不过黑红的配色说实话有点丑，反正不太符合我的审美。其他的配色可以说是性能、颜值、手感都很在线。阿斯顿宙斯68。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258到329，前高在20.5毫米左右，船壳结构，下面设计果莱威的磁轴方案，有黑白红粉4种配色可选。258元技术管搭载云磁轴，329元顶配版搭载凯华新磁轴，全系支持0.005毫米安静度，8K 月保率，16K 扫描率。售后方面，阿斯顿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1年质保。那么这把键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点，就是它的旋钮是我用过刻度感最好的旋钮，绝大部分1000元键盘的旋钮刻度感都没这个好。不过键盘整体的按键手感相对偏硬，其他的就相对马马虎虎了。公模的壳子，果莱威的方案现在脉冲也在用，有的时候我都有点好奇，怎么每个用果莱威方案的都说是自己爱石头 MG75。那么这款键盘的售价是288到441，前高在20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相对设计有6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288元 Pro 版搭载星光磁轴，0.005毫米安静度；411元 Max 版搭载星闪480磁轴方案，轻灰磁轴，支持0.001毫米安静度。售后方面，爱石头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包邮退换，这样问题15天包邮换新，3个月内包邮维修，质保1年，邮费 AA。那么这把键盘优势，首先300价位以内75配列铝壳，并且方案也是星闪，手感也不差。还支持快拆，唯一的缺点就是爱石头的设计感真的一般啊。但有一说一，它堆料堆的确实狠，你是真的能拿出来和其他同价位国产键盘对比，比出差距的，而不是单纯的嘴上喊一喊性价比，实际拿一些大厂产品来对比。但本质也只是把人家的想法设计拿过来抄一抄，完事说，哎，我完全超越了大厂。那不废话吗？那我张口就来万有引力，人家牛顿发现这玩意儿用了30年，我到现在还没超过30岁，所以我完全超越了牛顿，有这个道理。多的我就不说了。越说越觉得难崩啊 ！ATK RS6。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509到899，前高18毫米左右，船壳结构，下面设计自研的裂风方案，重量1318克，有5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599元技术管搭载磁域 Pro 轴，220目阳极铝壳；699元顶配版搭载 TC RGB 万磁王轴，磁域 Gaming 轴，全系支持0.001毫米安静度，8K 有效率，32K 扫描率，标配220目阳极铝壳。售后方面 ，ATK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个月内包邮换货，磁轴键盘2年包邮维修，普通键数1年。那么这把键盘现在500出头，还搭配3代裂风方案，确实是挺不赖的，在500价位这个档已经强势了大半年了。键盘本身的质感，包括 ATK 的原创设计都是相当不错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大伙都说它的原装线比较拉，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自己整一根好一点的 C 口线，比如手机的原装 C 转 A 口的数据线 ，Magic Real 67。那么这块键盘是599到699，前高18.5毫米左右 ，Gasket 结构，加面设计 Magic 自研的方案。顺带提一嘴，它的这个 Gasket 和别家不一样，缓冲一体在夹心硅胶上，所以手感上还是邦硬。不过声音比之前的 Mate 68表现要好上不少。有3种配色，2款轴体可选，全系支持0.01毫米安静度，8K 有效率，16K 扫描率。售后方面 ，Magic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5天包邮换货，1年内包邮维修。那么这把键盘我只推荐紫色的版本，因为紫色的版本它
颜色调得很好看，加上一些像素风的小设计，如果你喜欢简约风格的键盘，那 Magic 的产品审美真的很在线。那么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延迟以及精度，从去年到现在依旧是最稳的一个。缺点的话就是运营经常脑袋尖尖啊，如果你不混圈，这把键盘你能看对眼的话，那完全可以买。Magic Mad 68。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899到1749，最近Magic那边在搞活动，Mad 系列直接75折，价格来到了674到1486，可以说是Magic这边的史低价。Mad 68 Pro 和Mad 68 Ultra 以及 Mad 68 EVA 联名，这3款键盘我们就放在一起讲了，因为产品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只是针对的人群不同，键盘的材料不同，价格有所差异。键盘的前高在18.8毫米左右，传壳结构，下电位设计Magic自研的方案，全系支持0.01毫米二进度，8K 有效率，16K 扫描率。售方面，Magic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事故1年内包邮换货，1年内包邮维修。那么这款键盘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圈内最稳的磁轴之一，是真正唯一一个从物挺巅峰时代一直到现在还能被各大博主放到旗舰磁轴键盘横屏对比的一把传奇键盘。而且他们家的调色，我说实话真的还挺不错的。最近这个活动价格也合适，想体验原创灯箱以及稳定性能，674的 Mad 68就完全够用。之前899买 Pro 版的钱，现在可以直接上 Ultra。不过有一说一，质感最好的还是 EVA 联名，这个质感是真不赖，就是价格这一块确实是贵。不过没办法，人家是正版联名，给 IP 交了钱。ATK RS7 V2。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764到849，前高18毫米左右，采用硅胶 Gasket 加 Top 双结构，下电位设计 ATK 自研的裂风磁轴方案，有3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764和849的版本主要就是换了个轴体和键帽，全系支持8K 有效率，32K 扫描率，0.001毫米二进度，6层消音填充。售后方面 ，ATK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个月内包邮换货，磁轴键盘2年包邮维修，普通键鼠1年。那么这把键盘设计语言上和 RS7 一代相比偏差还挺大的，和 RS6 倒是非常相似。不过这个侧板灯确实是帅啊 ，RS6 没有。这一代 RS7 V2 的设计我还是非常认可，不过缺点也有一些。首先，利维坦轴手感上有点肉，尤其是大键位，感觉手感上的进步空间还是挺大的。还有一个点就是 RS7 V2 的 PC 雾透键帽开灯之后看不太清楚，这个字符颜色太浅了。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因为 RS7 包装内默认送你一套键帽，这个点还是很爽。性能这一块 RS7 V2 也能算是一步到位了。800价位想要性能好、颜值高的，整这把没什么毛病。NewFi A275HE。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849到949，前高在12.7毫米左右，传壳结构，下电位设计 NewFi 自称是自家方案，仅一种配色，2款轴体可选，全系支持0.01毫米二进度，8K 有效率，16K 扫描率。售后方面 ，NewFi 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年内包邮维修。那么这款键盘是一把非常特殊的键盘，因为它是一把矮磁轴键盘，并且它的手感有一说一，比大部分的磁轴以及矮轴键盘都要好。NewFi 的外观设计我也是一直都很认可，简约的同时还非常耐看。矮轴键盘轻薄的机身非常适合外出办公随身携带，并且键盘上还有实体配置切换键，设置好之后切换办公和游戏模式都不用上驱动调试了，非常方便。并且磁轴性能也不差，能够真正做到游戏办公两手抓。75配列该有的键位都有，不会像68配列那么局限。唯一的缺点就是背面的这个镜面配重不耐滑。ROG 魔导士。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866，前高12.5毫米左右，全幅式结构，上灯位设计 ROG 自研的磁轴方案，支持0.1毫米二进度，8K 回报率，仅有一种配色，1款轴体可选。售后方面 ，ROG 这边是国服不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年内免费换新，2年内免费维修。那么这款键盘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轴体采用侧磁的方案，手感非常好，甚至比自家夜魔的手感都好上不少。即便出了1年到现在，它也是我用过的磁轴里边手感最好的一把，可以调节声音大小的触摸履带以及一键切换 RT 功能的转轴，也是非常有意思且实用的设计。那么缺点的话就是性能这一块0.1确实差点意思，质感的话我是觉得魔导士没什么毛病啊。当然如果你喜欢铝壳，那还是建议你看看别家 IQ Nux EV63。
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934到1189，前高17毫米左右，传壳结构相位设计，铝厂自研的磁轴方案，支持0.01毫米二进度，8K 回报率，顶配支持0.001毫米二进度。它们有3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934元技术版搭载磁域 Pro 轴，支持0.01毫米二进度；1189元顶配版搭载神秘 Ultra 轴，支持0.001毫米二进度。售后方面，铝厂这边售后政策支持15天无理由换货以及3年质保。那么这款键盘的优点应该是铝厂在拼接铝这一块确实玩的挺花的，侧面和背部的这个分层设计以及前脸的这个撞色配饰件还是挺帅的。不过有一说一，纯黑和纯白的配色比紫罗兰配色要贵，我不是很能理解啊，因为我感觉那个黑紫的配色其实还可以，难道贵的这80多块钱是贵在这套键帽上？手感上这把键盘触底的手感偏硬，并且轴体的手感稍微有点肉，3年质保这个点还是挺香的。蚂蚁电竞 AJK68。那么这把键盘的售价是1104，前高在19毫米左右，传壳结构相位设计，星闪悦动双子星的方案，有黑粉、永久无间联名3种配色可选，全系支持0.001毫米二进度，8K 回报率，全 ADC 直连。售后方面，蚂蚁电竞这边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货，1年质保。那么这把键盘的堆料可以说是远超前面几个键盘，双 MCU 全键 ADC 直连以及全套 TEC 轻舍 RGB 万磁王轴。虽然说外观上有点缝合，比如魔导式的音量履带和 RT 切换键，小蜜蜂的灯箱以及夜魔 X 上的 L 型半透键帽，但这把键盘确实是市面上什么料贵，它就给键盘堆什么料。我只能说惠科还是太有钱了。如果你想搞个星闪双子星方案的磁轴键盘的话，那上这个就不会出错。Zeno Y65。那么这把键盘售价是1054到1224，前高在21.5毫米左右，双 gasket 结构，下等位的设计，3插件的3核磁轴方案也是目前算力最强的磁轴方案，并且还是 VCDCN 官方赛事指定专用键盘，甚至公司法人都是无畏契约策划。外观方面有4种配色，3款轴体可选，全系支持0.001毫米二进度，8K 回报率，全 ADC 直连。售后方面 ，Zeno 这边的售后政策支持7天物流退换，这样问题1年内包邮换新，只换不修。那么这把键盘我觉得是无需多言啊。除了前高有点小高之外，它没什么别的缺点，手感、颜值包括性能都是直接拉满。如果你打瓦还有性能焦虑的话，人家官方比赛都指定用这键盘，那这把键盘不就等于开卷考试吗？而且质量问题1年只换不修，售后这一块也是直接给你拉满了好。那么好的，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很多朋友都问我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小故事，主要现在有个很尬的地方，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耳机，耳机这边的瓜倒是挺多的，给我的感觉耳机厂这边营销手段相当于剑鼠圈这边的抢先服，你知道吗？就像国内还在打拳，但日服那边已经是什么？你要和我决斗啊？就是不知道想看的朋友多不多啊？想看的可以在弹幕扣个1，多的话就在年度耳机合集里或者说年度总结里面聊一聊。那么好的，我是易思，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帮我点个关注，点个关注，点个关注，拜托啊，真的对我非常重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